真他娘的受气！宗主明明让唐一修负责在秦州建立分宗的事情，结果他整日寻欢作乐，把什么担子都交给了咱们。其中一名弟子愤愤不平地说道：“唉，别埋怨了，谁让咱们地位不如人家，修为不如人家呢？何况也不只是唐一修这样，火神门、白藏教、逍遥谷的那3位不也一样吗？说是要留在秦州建立分宗，以便更好地捉拿楚风，但实际上他们4个整日凑在一起寻欢作乐，什么都不管。不得不说，不管剑神谷的少谷主慕容羽怎样傲气，但是人家起码有正事。别看他年纪小，但如今的确在用心的建造。剑神谷在秦州的分谷比咱们家的第1弟子强了不知多少倍。另外一名弟子虽然嘴上说别埋怨，但实际上他的话语中也同样是怨气十足。算了，不提这些不开心的事，来喝酒，来喝酒喝酒。吃完这顿饭还要继续赶路吗？1个月内要是不能将这份宗建完，定然要被那唐一修责罚元刚宗的众弟子一同举杯畅饮起来。喂，老子他妈跟你说话呢，你小子听不见吗？与此同时，楚风对面的光头大汉也是怒了，因为他让楚风离开这张酒桌，楚风居然一直未曾理他，这让他觉得颜面无存，极其难堪。只不过因为元刚宗弟子在的原因，他也不敢大声呼喊，而是将嘴巴凑到楚风身前，压低声音，狠狠地威胁道：“他妈的，你再跟老子装聋子装哑巴，信不信老子割了你的耳朵，割了你的舌头？我看你刚才讲了一些实话的份上，今日便饶你一命。”楚风笑着说道：“什么？你小子竟敢威胁老子？大言不惭的饶老子一命，你可真是找死啊！”听得楚风此话，光头大汉更是气得咬牙切齿，再也无法忍受此刻的怒火了，探出大手便要去抓楚风的衣襟。可就在这时，只见楚风身形一晃，光头大汉还没看清怎么一回事，楚风已是消失不见。当楚风再次出现之时，竟然已经站在了元刚宗弟子的酒桌之上，问道：“你们谁能告诉我，唐一修现在身在何处？你是什么人？”见状，元刚宗的弟子皆是神情一变，不由自主地向后倒退一步，戒备地打量起楚风。因为楚风的速度实在是太快，他们事先根本就毫无察觉，所以断定楚风乃是一位修武高手。怎么？难道连你们也不认识我吗？楚风微微一笑，说话之间伸出右手，将头上那个草编的斗笠缓缓地摘取下来，露出了他那秀气的脸庞。而这个模样与那通缉令上的一模一样。你是楚风？见到楚风，那本就神情紧张的元刚宗弟子面容顿时变得精彩起来。什么？他竟然是楚风？与此同时，这酒馆内的其他人也都注意到了这一情况。经过仔细对比后，发现此刻那站在桌子上的竟然真的是楚风，这可将酒馆内的人们吓坏了。很多人吓得直接钻到了桌子底下，生怕被楚风与元刚宗的弟子牵连。距离门口近的更是直接破门而出逃走了。但是此时此刻，要说表情最精彩的还是那位光头大汉。此刻的他呆滞地坐在原地，浑身上下不住地颤抖着，手中的筷子都掉了。那一张本就难看的脸上，此刻更是丑陋无比，彰显着无尽的恐惧。因为他刚刚竟然辱骂了楚风，竟然威胁了楚风，这让确信楚风很强的他感觉万念俱灰，觉得自己多半是死定了。抓住他就能领取巨额赏金，哪怕我等是元刚宗的弟子，也同样能够领取。突然有人暴喝一声，一位元刚宗的弟子率先对楚风出手。然而只见楚风单掌轰出，那人的身体便爆炸开来，连声惨叫都未来得及发出，便化为了一片血水，溅射在四周的墙壁，倾洒在脚下的大地。紧随其后，楚风数掌连出，只是眨眼之间，便有17人化成血水，死于非命。少侠饶命！少侠饶命！这一刻，那位准备动手却还未动手的元刚宗弟子，面容变得如白纸一般，双眼之中充满了恐惧。他毫不犹豫地便跪倒在地，不断地对楚风磕头认错，因为亲眼见到自己那些先前还活生生地站在自己周围的师兄弟，只是眨眼间便被楚风拍成血水之后，他真的是无法控制自己内心的恐慌情绪。他这一刻能够感觉到楚风有多么可怕。这个只有16岁的少年，哪里是唐一修口中的废物，简直就是一个强到了极致，并且杀人不眨眼的小恶魔。我再问一遍，你能告诉我唐一修现在身在何处吗？楚风在桌子上缓缓走动，来到桌子边缘才蹲下身来，对那跪在地上不断磕头的元刚宗弟子质问道：我知道唐一修在哪，但是我告诉你的话，你能饶我一命吗？这位弟子倒也聪明，他并未直接拒绝楚风，但也并未直接告诉楚风唐一修究竟在哪。只要你给我带路，我便饶你一命，并且还会奖赏于你。楚风双眼微眯，露出了一个灿烂而无邪的笑容。但是在这位弟子来看，这怎么看都像是一个可怕的魔鬼，在不怀好意地对他微笑。然而他却没有办法，哪怕知道楚风可能不会放过他，但却也只能选择为楚风带路，因为至少这还有活下去的机会。于是他站起身来，对楚风说道：“我愿意为你带路，不需要奖赏，只要你能饶我一命即可。求你了，千万不要杀我！我家中还有一家老小，他们都要靠我来养活。我若是死了，他们也都会饿死。何况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弟子，宗门通缉于你，与我没有半点关系。放心吧，我说不杀你，就一定不杀你。”楚风抓住那弟子的肩膀，随后只见一阵疾风席卷开来，楚风与那弟子已是瞬息消失在酒馆之内。在楚风离开后，酒馆内一片安静，人们都在桌子下面被吓得瑟瑟发抖，没有人敢动。过了许久，将仍然没有任何动静之后，那藏在桌子下面的2位大汉才小心翼翼地爬了出来。只不过当他们看到此刻酒馆内的场景后，皆是不由倒吞了一口口水。
险些双腿一软被吓昏过去。因为此刻的酒馆之内到处都是鲜血，不只是地上，就连墙壁甚至屋顶都是鲜血。这个场景的确有些骇人。大哥，大哥，你没事吧？而当他们二人发现光头大汉还呆滞地坐在椅子上后，更是恍然大惊，赶忙跑到了光头大汉的身旁。此刻的大汉面容呆滞，还保持着刚看到楚风时的那个表情，连眼睛都未曾眨动一下。许久之后，他的双唇才缓缓闭合，开口说道：“他果然如我侄子所说的一样，很强。”话罢，光头大汉身子一歪，双腿一蹬，竟趴在了桌子上不动了。而当另外2位大汉查探一番之后，更是面容大变，因为他们惊愕地发现，这位大汉竟然死了，被活活吓死了。天空之上，白云之间，一条青龙飞掠而过。楚风跨着青龙，左手拎着那名元刚宗的弟子，正在按照那位弟子所说的方向赶路。那名弟子被吓坏了，他万万也想不到，楚风这样一位玄武境修为的少年，不但能够御空飞行，而且速度还如此变态，比他见过的一些天武境的强者飞得还要快。他真是捉摸不透楚风，觉得这个少年可怕到有些没边。而越是这样，他越是不安，因为楚风的强大让他感觉到自己太过渺小，渺小到不堪一击。楚风，你小子不会真的打算去对付唐一修他们吧？他们可是4个人，并且既然贵为4座势力的第一弟子，被誉为九州大陆年轻一代的杰出天才，肯定有着一些常人所没有的手段。你如今只是玄武5重，就算动用神雷的力量，也只是玄武7重。对付普通的天武境还好，对付他们4个恐怕有些危险。淡淡已经察觉了楚风的意图，暗中劝道：“元刚宗、火神门、白藏教、逍遥谷这4个势力，如今正在重金通缉于我，全天下都知道我楚风被他们弄得东躲西藏。这个时候，我若是杀了他们的第一弟子，不知他们是什么感受。何况我与唐一修4人早就有所积怨，就算他们的势力不通缉于我肯定早晚也会去寻他们的算算旧账。如今他们4个聚在一处，是次难得的机会。至于我如今的修为能否对付得了他们，我也不清楚，但总要是上一试吧。先不说打不过了，我可以逃，他们绝对追不上我。再者说了，别忘记我还有几道攻击符在身上，以我的速度，再配上攻击符的威力，他们绝对不是我的对手。这次他们已是必死无疑。”楚风自信满满，是要取下唐一修4人的项上人头，真是拿你没办法。不过这样也好，反正已经势同水火，适当的让那几座势力付出一些代价，也是应该的。淡淡似是无奈的摇了摇头，但是在那甜甜的小脸上又扬起一抹期待的微笑。秦州很大，这里的强大势力也很多，甚至很多2流势力都比青州的凌云宗要强大得多，就更不要说那些1流的势力了。而在秦州众多1流势力之中，有一座势力很是特殊，大多1流势力就算厉害，但是因为至尊山庄和的蟒王府的存在，他们也只是在秦州境内有所名气。不过有这么一座势力却与众不同，它不仅在秦州很有名气，在其他鼎盛的强州也同样很有名气，并且广受各方男性强者爱戴。而这个势力还有一个有趣的名字，那就是醉生梦死。醉生梦死的掌门是位神秘人，没人知道他是谁，而醉生梦死的成员则全部都是修为极高且很有姿色的美艳女子。他们敞开大门，招待4方来客，以优质的服务换取相应的报酬。说到这里，很多人心中已是有了猜想，这所谓的醉生梦死，其实就是一处风花雪月之地。说句不好听的，就是一间高级的妓院，招待的是九州大陆的大人物。在这座大殿的中心，留着一座精致的酒桌，白云飞与宋清风盘坐在地，正在对杯畅饮。在他们的怀中，接抱着一位修为不弱且还有着一定姿色的美女，并且在他们的四周还有着很多衣衫不整的女子围着2人团团转。这些女子有的为2人斟酒，有的为2人夹菜，有的为2人捏腿，有的为2人捶背，服侍的极其周到。唐一修，你还能不能有点出息？紫菱不过是一个稚嫩的小丫头，除了脸蛋不错之外，哪里好？论技术，哪里比得过这里的姑娘们？大殿内有一张红色的大床，大床四周由纱布遮盖，而刘逍遥则是赤裸身子，怀中抱着2个女子，探出了脑袋，冲着不远处的唐一修大吼了一声：“刘公子，你们张口紫菱，闭口紫菱的，那紫菱真的就那么好吗？让你们4位公子都对她念念不忘？”刘逍遥怀中的一名裸身女子娇滴滴地问道：“哈哈，那丫头哪都不好，比不上你们2个小妖精。”刘逍遥哈哈一笑，身子一翻，便将2位女子压在了身下。可就在这时，这紧闭的殿门却突然传来一声轰鸣，与此同时，那特制的大门竟然化作粉碎，紧随其后，数名男子被扔了进来，皆是面容苍白，浑身是血，而他们都是唐一修等人的同门师弟，负责帮他们把守大殿的人。什么人？突如其来的变故使得大殿内的4人皆是大惊，一个个将那凶光毕露的目光投向了大殿的门口处。哟，不过是一段时间不见，就不认识我了吗？一道淡淡的笑声响起，楚风已是走入了这座大殿之内。楚风看到楚风，4人皆是神情一变，眼中的杀机顿时浓郁了几分，冷声喝道：“楚风，你可真是好大的胆子！明知我们在找你，竟然还敢送上门来。其实我来找你们，是想送你们一份大礼。”“哦，什么大礼？送你们去死？”“我没听错吧？送我们去死？就凭你一个小小玄武3重的修武者，也敢对我们说出这种话？”听得楚风此话，宋清风与唐一修等4人则是一阵狂笑，就仿佛听到了世间最好笑的笑话一般。就连他们身边的女子们也是一阵大笑。这些女子的修为也都在玄武境，并且基本都在玄武3重之上，在他们的心里也同样看不起楚风。楚风，看好了，都不用我动手，我怀中的美人就能轻易的杀了你。
宋清风指了指怀中的女子，随后又对那女子说道：“美人，去将这小子杀了，90万颗玄珠就是你的。”宋公子，此话当真？听得此话，那名女子眼眸一闪，明显动心了，因为她具有玄武4重的修为，而据说楚风不过是玄武3重，所以若是真的动手，她还真的有十足的把握能够杀掉楚风。当然是真的。宋清风点了点头，宋公子，我们也要，我也要，我也要吗？听得此话，几乎在场的所有女子都动了心。90万颗玄珠，这个数目实在太具诱惑力了，没有一个人能够抵挡。因为这个数字放在一座顶尖市里，都是一笔不小的大数目，就更别说对于他们这些风尘女子了。哈哈，都有，你们只要谁能够将她杀了，那90万玄珠就给谁。宋清风哈哈笑道。而这一刻，所有女子都站起身来，向楚风缓缓走去。她们赤裸身躯，迈着妖娆的步伐，嘴上还挂着妩媚的笑容，口中发着咯咯的笑声。不过她们此刻的骨子里可是渗透着浓烈的杀意。这些女子，别看平时有说有笑，但是动起手来都是心狠手辣的女魔头，杀人不眨眼的女魔鬼。滚！可还不待那群女子靠近，只见楚风剑眉倒竖，猛然暴喝一声，一道宛如雷鸣般的声音便在这大殿回荡。与此同时，一股无形的杀气也是自出楚风的身体扩散开来，吹得那群女子连连后退。楚风的杀气极其恐怖，将那些本对楚风动了杀念的女子吓得惊叫连连，赶忙娇躯一纵，躲到了唐一修等人的身后。宋公子，他哪里是玄武3重，明明是玄武5重嘛！不止如此，他刚刚散发出的气息好恐怖，我从来没感受过这样的气息，那仿佛不是人类该有的气息，好像是一只嗜血的魔鬼。楚风只是一个滚字，便将这群先前还杀机毕露的女子们吓得瑟瑟发抖，顿时没了脾气。哼，一群没用的东西，不过是玄武5重而已，也能把你们吓成这个德行。宋清风大臂一挥，便将那些黏着自己的女子全部推到了一旁，随后看向楚风道：“楚风，咱们新账旧账也是时候清算一下了。你说吧，你今日是想怎么死？我宋清风都成全了，你想弄死我？你有那个本事吗？”楚风轻蔑地看着宋清风，那种目光丝毫未将他放在眼中。好个狂妄的小子，今日不给你一点颜色看看，我就不叫宋清风。宋清风怒了，磅礴的天力散发而出，顿时席卷了整座大殿。天武一众的气息已是爆发开来，势不可挡，使得整座大殿都是一阵抖动。受死！将自己的气息爆发出后，宋清风倒也并未直接动手，而是负手立，站在原地。他意念一动，周遭的天力便为其所用，化作磅礴的威压向楚风席卷而来。隆隆隆，无形的威压宛如惊天骇浪，一层挨着一层，从正面压迫而来。这股力量的确不容小觑，至少以楚风此刻的修为，还是无法抵挡。不得不说，这宋清风的实力比之借势族人的那2位天武一众的长老还要强上一筹。但是早有准备的楚风也是不惧，他眼眸雷光涌动，体内的气息，自己的身体便开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只是顷刻之间，楚风的气息已是瞬息提升，直接从玄武5重提升到了玄武7重。给我破！修为提升之后，楚风先是暴喝一声，随后猛然一拳轰出。这一拳没有太多的惊天威势，但却大开大合，蕴含极强的威力。只听轰的一声，便将宋清风的天力威压轰散开来，甚至那宋清风也是身体一晃，不由得向后倒退了2步，险些摔倒在地。这小子怎么会这么强？这一刻，莫说是宋清风，就连在一旁看热闹的唐一修、白云飞、刘逍遥4人也是眉头紧皱，眼中涌现出一抹吃惊。先不说楚风那瞬息提升的修为，就算楚风是玄武7重，但按理来说也不应该破开宋清风的攻势才对。毕竟宋清风可是天武境，天武境那哪里是玄武境能够抗衡的？有2下子，我倒是要看看接下来你还能否挡得下来。宋清风真的怒了，因为自己的攻势竟被楚风这个他看不起的小子给破开，这让他觉得颜面无存，暴怒无比，火神之怒。这一次他不再留情，而是出手便发动了一种7段武技。这道武技一出，威势震荡天地，就连这座由特殊材质打造的大殿都无法承受了。在那剧烈的摇晃中，无数道裂痕开始急速蔓延，最终只听轰的一声，这座大殿便被宋清风这道武技的威势给震成了粉碎。就连在大殿中那些玄武境的女子们也是无法抵挡这股威势，被硬生生的冲飞开来，轻的口吐鲜血，重的竟然当场死去。怎么回事？天哪！竟然有人在醉生梦死动手，是什么人有如此大的胆子？难道不知道这醉生梦死的主人乃是一位神秘高人吗？是宋清风，竟是火神们的第一弟子宋清风，还有白云飞、唐一修、刘逍遥，这可都是九州大陆年轻一辈的绝顶天才，年纪轻轻就已踏入天武境的大人物。难怪他们敢在此处动手，以他们的身份和实力，就算破坏了这里的规矩，想必也没人敢拿他们怎么样。能在这醉生梦死寻欢作乐的，都是修武界的大人物，每一个都实力不凡。所以在听到轰鸣之后，便赶忙停止寻欢作乐，跑出来一观究竟。不对啊，你们快看，那和宋清风交手的好像是一名少年。突然有人发现，那宋清风所攻击的目标竟然是一位稚嫩的少年，并且那个模样还有些面熟，像是似曾相识一般。那个少年，天哪，那不是如今6大势力联合通缉的重犯楚风吗？我的个神啊，竟然真的是楚风，他怎么跑到这里来了？然而
当人们认出那与宋清风交手之人乃是楚风之后，一个个的顿时目瞪口呆，为之大惊。楚风是什么人？在联姻大会之前，也许没人知道，但是在联姻大会之后，相信九州大陆的很多人都已经知道了楚风是谁。毕竟能够让6大势力联合通缉的人，都不是简单的角色，又何况是一个只有16岁的少年，这自然特别的引人瞩目。不是说那楚风抢走了6大势力在遗迹内发现的骑兵吗？为何他没有使用呢？见楚风在宋清风那火焰滔天的攻势下不断闪避，并未还击，有人发出了质疑：喂，这不是重点吧？重点是那个楚风的气息是玄武七重，这与通缉令上所说的修为完全不符啊！有人吃惊的大喊着：玄武七重，玄武七重也不能与天武境的强者抗衡吧？那楚风此刻可是在与宋清风这位天武一众的强者交锋啊！天哪，莫非说这楚风也是一个妖孽不成？竟然能够凭借玄武七重的修为与天武一众的宋清风交手。对了，我听一位参加过联姻大会的人说，楚风真的是一个妖孽，曾与界清明交手，险些将界清明击败。真的假的？他竟然这么厉害！我擦，这么说来，通缉令上所说的100万颗玄珠，并没想象中那么好赚啊。然而，当人们发现楚风与宋清风交战，楚风竟然并未被宋清风压制之后，一个个更是震惊的无法自理了。宋清风，你火神门的武技也不过如此，还是让你来见识一下我楚风的能耐吧。楚风一直未尽全力，而是使用御空术这一身法武技，与宋清风周旋，一直在躲避和防御。不过眼下，楚风已是转变心意，他要化被动为主动，因为眼下围观之人已是越来越多，他就是让这些人看看他是如何击杀掉这4位所谓的天才的。突然，楚风脚下步伐一变，不再向后退缩，不再向旁闪躲，而是向前一踏，从正面向宋清风压迫而去。毛头小子一个，你有何能耐？不妨使出来看看，莫以为我宋清风会怕了你。宋清风冷哼一声，意念一动，那萦绕在他周围的天力便开始变化，绕着他的身体旋转，眨眼之间竟化作团团火焰，最后凝聚成一条火焰长蛇，向那迎面来的楚风轰击而去。这种攻击对我无用，楚风并未退缩，反而加快了前行的速度。与此同时，意念转动，玄武遁甲术这一无上秘籍便被楚风施展而出，火蛇正面袭来，大口一张便将楚风吞噬而下，进入了那凶猛的火焰之中。但是有玄武遁甲术护体的楚风，怎么可能被这样的烈焰弄伤？他大步连跨，在火焰之中奔跑，很快便来到了宋清风的身前。随后，只见楚风一拳轰出，那覆盖着幽绿色铠甲的拳头便轰散了萦绕在宋清风周围的烈焰，狠狠地砸在了宋清风的身上。然而楚风的这一拳明明砸在了宋清风的身上，可却感觉有一股柔和的力量化解了自己的全力，本可直接将宋清风打成重伤一拳，竟只是让宋清风倒退了几步而已。这是仔细观看，楚风瞳孔猛然变化，因为他惊愕地发现，此刻在宋清风的身体周围竟然涌现着一层淡淡的光芒铠甲，是那个东西抵挡住了楚风的攻击。可是这种淡淡的光芒铠甲却又明显不是武技，更像是一种特殊保护所主动释放出来的能量体。是那2个护腕吗？楚风精神力急速观察，发现这种特殊的光芒铠甲原来是来自宋清风做左手之上的一个护腕，那个护腕为红色，上面写着一个房字。而在宋清风的右手上同样还有这样一个护腕，这个护腕则是写着公字。就在这时，有3道身影飞掠而来，站在了宋清风的身旁，乃是白云飞、唐一修以及刘逍遥3人。宋兄，这小子很诡异，你一个人不是他的对手，还是你我兄弟4人一起联手来对付他吧。刘逍遥说道。不用，不过是一个玄武7重的毛头小子，我自己可以对付，刚刚不过是大意，才让他讨得了一些便宜罢了。宋清风倔强地拒绝道。算了吧，要不是界氏族人赠送给你的人造骑兵起了作用，那小子刚刚的一拳绝对够你吃一壶的。不过还别说，看来界氏族人送咱们宗主的礼物还是有些作用的，看来比我预想中的要好。唐一修先是瞥了宋清风一眼，随后看了一下自己的手腕处，而这一刻，楚风发现，在他们4个人的手上都有着2个奇特的红色护腕。且听刚刚唐一修的话语，楚风也是大概得知，这特殊的护腕应该是界氏族人为了拉拢他们几座势力而赠送的礼品。宋兄，刘兄说的很对，这小子很诡异，不能和他纠缠，不然等下被他跑了，可就不好办了。还是速战速决吧，也刚好试一试这人造骑兵的威力。那届严副组长不是将这手镯说的神乎其神吗？什么攻防一体，堪比真正的骑兵，咱们还没机会试试，不如就拿着楚风实验一下威力，如何？白云飞也是开口说道。也好，快点收拾掉这小子，也省着听他再说废话。宋清风第一个出手了，这一次他右手的弓字护腕竟然发生了变化，一层红色的气体萦绕他的周身，他的气息竟然瞬间攀升，无论是速度还是力量，比先前都强大了数倍。此时此刻的宋清风简直就如同一件人形兵器，比他先前所施展的武技还要恐怖数倍。他这简单的一拳，就连楚风也是感受到了极大的压力。只不过来到此处，本就是为了挑战自己，想看看自己如今战力如何的楚风，在面对这种情况下，自然不会退缩，而是同样一拳轰出，与那宋清风对拼在了一处，轰双拳相对，顿时轰鸣四起，荡起层层涟漪。然而这一次，楚风却感觉脚底一滑，随后被一股冲力冲击的倒退数步。与此同时，在他的左手处也是传来了阵阵酸麻之感。仔细观看，那覆盖在他左手上的幽绿色铠甲，竟然出现了细小的裂痕。虽然那裂痕很快便消散，但宋清风这一拳还真是伤到了他。楚风，你今日插翅难逃，必死无疑。而就在这时，白云飞、唐一修以及刘逍遥3人
也同样释放出人造骑兵的力量，没用施展任何武技，而是凭借肉身之躯向楚风攻击而来，来得正好。楚风冷哼一声，龙游九天已是出现在脚下，只见青光一闪便消失不见，再度出现之时，已是白云飞的身后。吃我一拳！楚风一拳轰出，那白云飞猝不及防之下被楚风一拳击中，只不过竟如同先前打在宋清风身上的一拳一样，楚风的力量被一股柔和的力量化解，这股力量正是那光芒铠甲所散发而出。可恶，攻防一体，莫非是那荆棘铠甲的复制品？这一刻，楚风眉头微微皱起，因为他不得不承认，唐一修四人所使用的所谓人造骑兵的确有些棘手。就在这一愣神的功夫，楚风感觉到三股气息正在靠近，唐一修三人已是自身后向自己攻击而来。不过楚风却也并未太过担心，而是催动那踩在脚下的青龙，以诡异的速度闪躲开唐一修三人的攻击后，招式一变，猛然一掌轰出。这一刻，一声震动山河的猛虎咆哮，竟随着楚风的掌心响彻开来。与此同时，一只巨大的白虎爪也是随之而出，对着唐一修、宋清风、刘逍遥三人拍了过去。不好！见到楚风那迎面而来的白虎攻杀术，哪怕是有骑兵护体，修为在天武境的刘逍遥三人也是面容大变，因为他们在那白虎的巨爪之中感受到了极其恐怖的气息，仿佛这一爪子能够将他们拍成粉碎一般。此时此刻，三人本想闪躲，但是奈何白虎攻杀术实在太强，不仅攻势利要得，速度更是极快，根本就没有给予三人逃脱的机会。一声轰鸣开来，那白虎攻杀术已是将三人狠狠地拍在了地上，狂暴的力量顿时在地上砸出了一座巨大的深坑。楚风，我宰了你！而见自己的三位兄弟竟然被楚风如此恐怖的攻势击中，那白云飞觉得唐一修三人已是凶多吉少，所以他暴怒无比，再度向楚风攻击而来。哼，然而楚风只是冷哼一声，脚下的青龙光芒一闪，很是轻松随意的便躲开了白云飞的攻击，随后又是一道白虎攻杀术，直接将白云飞拍中，砸向了刘逍遥等人所在的那座深坑。轰，又是一道白虎攻杀术轰击下，又有一层狂暴涟漪荡漾开来，那座深坑顿时又扩大不少，连附近的宫殿建筑都被这股震荡的力量弄得塌陷开来，就连许多围观之人也被这股威势吹得倒退数十米，甚至一些实力卑微者更是直接被震得口吐鲜血，差点身亡。天哪！那楚风怎么可能施展出如此可怕的威势？竟然连4名天武一众的天才都无法阻挡，太可怕了！他刚刚所发出的攻势，那简直是一些天武境强者也无法发动的。亲眼了目睹楚风施展白虎攻杀术的人们，一个个的都是神情复杂，心中思绪万千，深深的被楚风的实力震慑到了。而此时此刻，在那深坑内正散发着阵阵诡异的热气弥漫深坑，冲天而起，根本就无法看到深坑内的情况。这种情况下，楚风也只好使用他的精神力来洞察四人的情况。只不过当楚风洞察到深坑内的一切后，却不由眉头紧皱，眼中闪现过一抹吃惊。就在这时，那深坑之中忽然爆射出4道身影，正是唐一修、白云飞、刘逍遥、宋清风4人。此刻他们4人身上和脸上多少都受了一些轻伤，只不过却也只是一些轻伤而已。楚风这攻杀无双的白虎攻杀术竟然未能击杀他们4人，怎么会这样？竟然连我的白虎攻杀术都伤不了他们！楚风很是不解，这很正常，他们乃是天武境，肉身的强横程度远非玄武境可比。虽然你能凭借龙游九天躲开他们的攻击，凭借玄武遁甲术抵挡他们的攻击，但是你掌握的攻击手段却也很难击杀掉他们。何况除了他们本身肉体强悍不谈，他们4人身上如今还有一个仿造品的骑兵。这种情况下，你的白虎攻杀术再强，恐怕也难以击杀他们。毕竟白虎攻杀术这一秘籍，你还未能完全掌握。就在这时，淡淡详细的分析道：“不，我就不信我的白虎攻杀术破不开他们那冒牌骑兵，轰不开他们这天武境的身躯。”然而楚风却不信这个邪，对自己的白虎攻杀术有着绝对自信的他，再度施展白虎攻杀术。而这次如同先前一样，唐一修4人皆是躲闪不及，被楚风的白虎攻杀术正面击中。只不过结果却也如同上次一样，4人只是受到了一些轻伤，而这种程度的轻伤，对于天武境的修武者来说，简直毫无大碍。哈哈，你小子刚刚施展的，应该就是戒严副组长所说的秘籍吧？还真不简单。只不过可惜啊，这秘籍在你手中根本发挥不好出它应有的威势，在你的手中简直就是浪费。在成功抵挡住楚风的攻击后，宋清风等人竟然开始嘲笑起楚风。他们早就听见言说过楚风的事，得知楚风的身上掌握着传说中的秘籍，但他们当初只是半信半疑，毕竟那秘籍乃是真正的传说，如今的九州大陆根本没人掌握。但是此刻他们相信了，因为当楚风施展出白虎攻杀术的时候，他们当真是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威势。这种威势并非来自楚风，而是来自那如虎爪一般的武技，是那武技所独有的威势。这种情况是他们之前从来没有感受过的，所以他们确信那便是传说中的秘技。天武境还真是个神奇的境界，果然与玄武境、元武境、灵武境完全不同。突然楚风释然的笑了，再重新尝试一次白虎攻杀术，但仍然没有作用之后，楚风也不再继续尝试，而是张开自己的右手，对4人说道：“你们既然身体如此强横，不如试试我的这把修罗鬼斧，如何？”话罢，楚风的掌心光芒一闪，一把长达2米的黑色巨斧便出现在了掌心。当这修罗鬼斧出现之后，楚风整个人的气势已是完全不同，被层层暗黑色的气体包裹，就如同与那修罗鬼斧合为一体一般。修罗鬼斧
那便是通缉令上所说，6大势力在一座遗迹之中发现的骑兵。见到修罗鬼府，在场之人皆是大惊，尤其是唐一修等人，更是眉头紧皱，眼中闪现出了道道恐惧的目光，因为他们都在那修罗鬼府之中感觉到了威胁生命的气息。他们坚信那斧子比楚风的白虎攻杀术还要可怕，若是砍中自己，定然是凶多吉少，甚至会必死无疑。3位兄弟，楚风这小子掌握的手段实在太过诡异，他那把修罗鬼斧更是不容小觑，咱们不能再轻敌了。祭出界严副组长赠给我们的杀手锏，不然可能今日都要葬身于此处。突然，刘逍遥冲着3人传音说道。说话的同时，他掌心一翻，竟然出现了一颗血红色的药丸，那个特殊的模样乃是禁药。这颗禁药与普通的禁药不同，竟然在蠕动，并且蠕动的同时还不断发出恐怖的叫声，就如同那是一只活物一般。而当将这颗禁药祭出之后，刘逍遥毫不犹豫地便将那颗禁药吞服而下。这一刻，他的气息竟然急速攀升，从天武一重踏入了天武二重，竟被这小子逼迫到这种程度，需要服用这枚禁忌之药。宋清风等人看了一眼手中的禁药，不由得倒吞了一口口水，脸上竟然有着些许畏惧。不过，哪怕他们再心不甘情不愿，但是这种情况下，他们也没有犹豫，而是纷纷将那禁药吞服了下去。而当禁药入腹之后，他们便与那刘逍遥一样，气息急速攀升，很快攀升到了天武二重，并且道道血红色的气体如同一条条蠕动的小蛇一般，萦绕着他们的身体旋转，就连发丝也是开始飞舞，衣衫也是开始舞动。大家快看，他们刚刚吃了什么？是禁药吗？究竟是怎样的禁药，竟能让天武境的他们也能够实力大增？亲眼目睹一切的围观之人，一个个惊叫连连，感觉难以置信。因为禁药虽强，但也有所限制，对玄武境的强者作用最好，而对天武境的强者虽然也会起到一些效果，但绝对不会使其修为大涨，甚至直接突破一重。眼下刘逍遥4人气息暴涨，这显然是不合乎常理的。这种禁药需要紫袍界灵师才能炼制，而你九州大陆如今应该没有紫袍界灵师才对，就算有，也恐怕只有那姜氏皇朝才有。所以说，他们4个吞服的3颗禁药也算是无价之宝。看来他们真的是要与你拼命了。淡淡说道。哼，天武二重嘛，也罢，若是他们太弱，我也会没有成就感。楚风微微一笑，随后手中的大斧猛然挥动，只听嗖的一声，一道半月形的黑色光刃便飞掠而出，向刘逍遥4人反暴掠而去。小心！黑色的光刃速度很快，但是有人造骑兵在身，且修为在天武二重的刘逍遥4人，这次倒是成功闪躲开来，轰光刃落空，轰击向了远处的宫殿，顿时一阵狂暴的涟漪散开，那片土地的建筑竟被黑色光刃毁灭。听说他的这把骑兵能够认主，看这威力，果然比慕容羽的神木剑还要强上不少。兄弟几个，眼下已无退路，和这小崽子拼了，让他知道我们兄弟4人的厉害。刘逍遥暴喝一声，随后身形一晃，便化作一道血红色的光影，率先向楚风飞奔而去。来得正好，楚风手中的鬼斧连续挥动，那黑色的月牙光刃便漫天飞舞。但是奈何服用了禁药的刘逍遥，不仅实力得到了攀升，就连速度也快了数倍。楚风的黑色光刃竟被他一一躲开，很快便来到了楚风的身前。这种情况下，楚风也是不由面容一变，赶忙催动胯下的青龙，向一旁闪躲开来。可恶，与当日逃离至尊山庄之时，明明只差了2重修为而已，但是手中的修罗鬼斧的威力却是相差巨大。看来哪怕这东西认主于我，与我融为一体，但是想发挥出它的力量，也是与我自身的修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。此时此刻，修罗鬼斧的威力虽然毋庸置疑，但是奈何速度却是慢了一些。面对那服用禁药又有人造骑兵在身的刘逍遥，楚风的修罗鬼斧拿他还真没办法。楚风，你这修罗鬼斧威力够强，不过可惜在你手中发挥不出作用，还是交由我们来替你保管吧。与此同时，宋清风等3人也是一同向楚风围攻而来。见状，楚风则是脚下青光一闪，赶忙闪躲开来。他们4人在天武一重之时，就已经能够将楚风的玄武遁甲术打出裂痕，眼下他们已经踏入了天武二重，想必一定能够破开楚风的玄武遁甲术，甚至杀掉楚风。这种情况下，楚风与他们硬拼根本就非明智之举。不过好在楚风掌握着龙游9天这一无限接近9段武技的玄妙武技，所以在速度上有着绝对的优势，哪怕正面交锋不敌，但是逃跑却是无人可敌。而且事实上也是如此，哪怕刘逍遥等人速度再快，但是与楚风相比还是不行，连戒严那种天武武重者都无法追上楚风，就更别提他们了。楚风，你是猴子不成？就只知道逃跑？你不是掌握秘籍吗？你不是手握骑兵吗？你不是要送我们去死吗？你倒是与我们正面交锋试试看啊！宋清风等人大声的辱骂道：“4个龟孙子，打不过就吃禁药，你们还能不能有点出息？天武一重的打不过我玄武7重，你们丢不丢人？”楚风一边逃窜一边咒骂，那叫一个轻松，那叫一个自在。楚风这龙游9天，用来赶个几日几夜的路程都完全可以，简直就是楚风如今最便捷最快速的交通工具。用这龙游9天来和刘逍遥他们兜圈子，绝对能活活的消耗死他们。毕竟不是所有人都像楚风这般，丹田内有着取之不尽的玄力，可以支撑自己无限的施展武技。但是刘逍遥等人就不行了，他们是服用了禁药，此刻才能追着楚风跑。若是禁药的药力消散，那反噬的力量找上门来，他们莫说与楚风交手，恐怕连站都站不稳，将如同砧板上的鱼肉，任由楚风宰割。该死，这小子是故意的，他在故意等着我们将禁药的力量耗尽，然后再对我们出手，不能与他再次消耗。
不然我们必死无疑。快走，我们要离开此处。终于，刘逍遥率先反应过来，对着另外3人暗中传音。妈的，这该死的混账竟然如此卑鄙！而听得刘逍遥的传音后，宋清风等人也是恍然大悟，于是二话不说，调转身形便向远处逃窜而去。想逃？哼，逃得掉吗？见状，楚风却是冷哼一声，驾驭青龙向4人追赶而去。怎么跑了？莫非是那4位天才服用了禁药，还打不过那楚风不成？见到这一幕，在场的所有围观之人都是大为不解。只不过可惜，在场之人没有一人在天武境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楚风等人离去，却无法追赶，使得许多人都是叹息摇头，表示遗憾。妈的，别跟着我们！此时此刻，刘逍遥等人已经飞离了醉生梦死，但是奈何楚风却跟在他们的左右，他们如何调转方向，都根本甩不掉楚风，因为比拼速度，楚风本身就比他们快，他们如何能够摆脱？龟孙子们，别跑，看爷爷一会怎么收拾你们几个！楚风哈哈大笑，一边在4人身边晃动，一边大声咒骂，甚至还无耻地对着4人做出鬼脸和鄙视的手势。楚风，你最好别栽在我手里，否则我定然叫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宋清风等人被楚风气得咬牙切齿，因为他们知道楚风跟着他们的意图是什么，明显就是要等他们药力消退，遭受反噬之时再对他们下手。这种情况下，4人也曾半路对楚风发动攻势，但是奈何却根本无法抓到楚风，而楚风也曾想凭借修罗鬼斧的威力以及自己这绝对的速度，攻击他们个措手不及，将他们直接杀掉。但是奈何龙有9天的速度虽快，但却无法像御空术那般自如，逃跑追踪还可以，但是在近距离的战斗下就显得不那么灵便了，所以很难发动奇袭，最终也以失败告终。就这样，楚风与刘逍遥4人，一会你追我逃，一会我追你逃，在这片天际折腾了足有半个时辰。终于，刘逍遥咬了咬牙，对另外3人传音道：“这样下去不是办法，我们4个都将死在这楚风手中，分开逃，分开逃，至少有3个人能活下去。”话罢，刘逍遥身形一转，他便率先的向另外一个方向逃去，而白云飞与唐一修也是紧随其后，向别的方向逃去。糟了！而因为其他3人速度太快，当那宋清风反应过来之际，那3人已经离得很远。当宋清风回头张望之际，又无奈的发现楚风竟然还跟着自己，这使得他暴怒无比，简直有些抓狂，大吼道：“妈的，他们都跑了，你怎么不去追他们？为什么要一直跟着？因为就你这个龟儿子，骂你爷爷骂得最凶。放心，今日你爷爷我先宰了你，总有一日你的那3个龟兄弟也会下去陪你的。”楚风笑嘻嘻地说道，但是那眼中却是涌现着杀机毕露的目光。该死，你有种别逃，与我正面战上一次！宋清风愤怒地咆哮道：“不，你是孙子，我是爷爷，和你打太欺负你了。”楚风摇了摇头：“妈的，你有种给我站住，你别逃！”宋清风在半空之中疯狂地对楚风发动攻势。来，孙子乖，来追你爷爷，快看你爷爷这销魂的背影，你快追死而来！楚风一边骑着青龙在空中飞奔，还一边拍着自己的屁股，气着宋清风：“可恶，你别跟着我，别他妈跟着我！”宋清风不再追赶楚风，而是调转方向急速逃窜，但是奈何楚风很快就跟了上来，而他却根本无法甩开楚风。龟孙子听话，你爷爷是怕你遇到坏人，所以保护于你。楚风笑眯眯地说道：“你去死吧！我宋清风长这么大，第一次见到你这样无耻的人。不，你不是人，你是无耻的小畜生。对，继续骂大声点，看你爷爷一会怎么收拾你。”楚风，我曹你祖宗！很好，这句话我记下了，我会代替你祖宗教训你的。终于，在周旋一番之后，宋清风的药力消退，反噬的力量开始吞噬他的肉身，很快便无法支撑，从半空之上掉落了下来。楚风，我求求你，杀了我吧，我求你！掉落在地上之后，宋清风便开始饱受禁药反噬的折磨，只是眨眼间，他便瘦弱如柴，双眼塌陷，如同一个活死尸一般，甚是吓人。那般模样，显然在承受着比楚风当日更痛苦的煎熬。这种煎熬让宋清风难以忍受，竟然恳求楚风杀了他。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我感觉他体内的生机正在消失？楚风看着这样的宋清风，楚风觉得他已经没有出手的必要，因为那反噬的折磨显然比他出手更让宋清风痛苦。禁药带来的力量越强，付出的代价也就越沉重，这便是触碰禁忌力量的后果。也许你不出手，他也会被这禁药折磨致死。他的意志力太薄弱了。淡淡解释道：“禁忌的力量吗？不知道那颜如玉如今怎么样了？”听得禁忌2字，楚风便不由得想起了颜如玉。毕竟那个丫头修炼的可是禁忌玄功，当初连她的外表都变了，那种力量可是堪比天赐神体的。楚风，我求你了，杀了我吧！你杀了我吧！就在这时，宋清风再度对楚风恳求道，语调变得极其卑微，是发自内心的恳求者。而看着那被禁药折磨的面容苍白，已非人样，一心求死的宋清风，楚风则是难得的发起了善心，走到宋清风身前，低声说道：“既然如此，那我就成全了你。记住，来世做一个好人。”话罢，楚风便将手放在了宋清风的头上，而这一刻，宋清风则是又发出了一阵撕心裂肺的惨叫，因为楚风正在吞噬宋清风的本源，在剥夺他的生命。终于，宋清风停止了喊叫，与此同时也停止了心跳，彻底的死去了。怎么样，蛋蛋，提升修为了吗？帮助蛋蛋将宋清风的本源吞噬后，楚风迫不及待地问道。因为当日在至尊山庄逃跑太过着急，所以将借氏族人的2位天武境强者斩杀后，楚风并未去拾取他们的尸体，吸取他们的本源。因为这件事，
蛋蛋可没少埋怨楚风。尽管楚风知道蛋蛋并非真的责怪自己，更多的只是开玩笑，但是楚风还是觉得有些过意不去。这次也算是弥补了蛋蛋一次，还不错，突破了1重，距离你小的还差1重。本女王，我如今也是玄武4重了。西蛋蛋的甜甜的笑了，居然笑得很是满足。但楚风却知道这丫头是故意的，她是故意怕楚风有心理负担，所以才装作如此的心满意足。可是楚风心里却很不舒服，尽管他不知道当初的蛋蛋有多强，但是他却能够想象一位超级强者在失去了力量后，那种想恢复力量的心情会有多么的迫切。再在秦州等上一段时间，假如紫菱还不来找我，我就离开这里，去寻找一些没人开启过的胸脏。这样一来，不仅我的修为能得到提升，蛋蛋你也能够一同变强。突然，楚风开口说道：“胸脏这种东西是可遇不可求的，不过有一些地方却肯定会有。”蛋蛋笑嘻嘻地说道：“什么地方？”楚风追问道：“一些顶尖大势力，传承了很久的势力，他们的祖辈大多都是修为高深的存在，而身为后辈对这些祖辈也很尊敬，所以往往加以会厚葬，并且会派强者进行守护。这样的葬地不但遗体是完整的，大多数还会放入大量的宝藏进行陪葬，因为这是对死者的一种缅怀，对死者的一种孝敬。而我觉得，在这九州大陆，除了地藏之外，最大的葬地应该就是姜氏皇朝的墓地。不过姜氏皇朝深不可测，你又与他们无冤无仇，以你现在的修为，若去招惹他们，简直就是自寻死路，所以我不建议。何况这样的墓地大多都是后辈用来孝敬祖辈的，与荒野凶葬遗迹完全不同。若是无缘无故的去开启人家祖辈的墓地，就形同于挖人家的祖坟，这样做总是不太地道。相信以你的个性，也未必愿意做这种事。但是有些势力可就是例外了。蛋蛋笑嘻嘻地说着，却并未将话说透。你的意思是，如今正在通缉我的火神门、元刚宗、剑神谷、白藏蛟、逍遥谷，还有界氏族人？但是楚风如何聪明，早就听出了蛋蛋的所指之意。界氏族人目前就算了，先不说有一个闭关的老怪物，就是那界星鹏你也无法对付。不过火神门、元刚宗、剑神谷、白藏蛟以及那逍遥谷倒是可以一试。蛋蛋说道：“好，再等上一段时间，如果紫菱还不来找我，我就离开此处，去一一拜访火神门、元刚宗、剑神谷还有白藏蛟的祖坟。哼，他们联合通缉于我，想夺我骑兵，置我于死地，我就杀他们小辈，挖他们祖坟。”楚风下定决心，再等一段时日，假如紫菱还不来找自己，就去报复这些在整个九州通缉自己的势力。之后，楚风将宋清风的乾坤袋搜罗一空，发现这位火神门的第一弟子身上还真有不少藏货，竟然有着37500颗玄珠在身上。这么多的玄珠，恐怕火神门门主出门的时候也不可能随身携带这么多。想必这宋清风带着些玄珠，也是为了潇洒玩乐所用。毕竟如同醉生梦死那样的风花雪月之品，可不是普通人能够消费得起的。尤其是宋清风他们所找的女子，还是修为极高那种。据说在那种地方，修为越高的女子，价钱就越贵。也只有宋清风他们这样的人，才能够找得起那等修为的女子。只不过这37500颗玄珠，对如今的楚风来说，却根本算不上什么。哪怕他距离天武6重只差一点点，但这37000颗玄珠也不够楚风突破所用，所以楚风也没有炼化，而是存放了起来，以免不时之需。除了37000颗玄珠之外，还有10颗下品天药。这天药可比玄珠要值钱多了，药力也更强。毕竟其中蕴含的是远在玄力之上的天力，只不过因为数量太少，也发挥不出多大作用，所以楚风同样没有炼化，一同保存了起来。而除了天药，还有一些零碎的物件，那些对楚风来说都没有什么用处。不过不得不说，宋清风手腕上的2个护腕的确是个宝贝。楚风拿下来仔细研究了一番，觉得这很可能是界氏族人按照荆棘铠甲所制造的骑兵仿造品，虽然威力很强，但显然不如真正的骑兵，并且至少要天武境才能发挥它的作用，玄武境的话根本就无法使用。但就算如此，也算是一件宝贝。对于天武境的来说，这东西可是大于用处，所以楚风觉得哪怕自己用不上，但这2个护腕也定然能够卖个不错的价钱。在将宋清风的身上得到不少好处后，楚风又回头搜索一番，翻山越岭、跋山涉水的想要寻找一下白云飞、刘逍遥、唐一修3人，毕竟他们是3个也都服用了禁药，此刻正应该是遭到反噬之时。楚风若是将他们找到，他们3个也将必死无疑，他们身上的宝贝也同样要归楚风所有。但是奈何楚风却未曾找到他们的踪迹，就如同他们消失了一样，所以最终只好放弃。后来楚风将宋清风的尸体挂在了一棵大树之上，并且在大树上刻写着4个大字，那便是楚风所杀。楚风就是要让全天下都知道，让所有人都知道，是他杀了火神门的第一弟子宋清风，而这就是火神门通缉他的代价。果不其然，就在宋清风被楚风斩杀没有几日，宋清风的尸体便被人发现。这个消息也很快传播开来，最先惊动了秦州，随后附近的几州也都知道了此事。只不过还有一件事让楚风感到不安，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，那就是当日他明明只杀了宋清风，将宋清风的尸体挂在了那棵大树上，可是后来传闻不只是宋清风，还有刘逍遥、白云飞、唐一修3人，当日被楚风追着逃的4人竟全死了，并且全部被挂在了那棵大树上，全部是被吸食掉本源而死。于是乎，传言是这样的：如今6大势力联合通缉的楚风，来到了醉生梦死，与唐一修、白云飞、刘逍遥、宋清风4位天才交手。4位天才不敌，服用了特殊的禁药，但是依然不敌。无可奈何之下，4位天才只好逃离了醉生梦死，但最终还是未能逃离楚风的魔手。
皆是惨死。这一消息传出后，无疑是爆炸性的，无疑是震撼性的，无疑轰动了九州。毕竟死去的可是4大势力的第一弟子，可是被誉为年轻一代的顶尖天才。这样的天才竟全部都被楚风这位少年给杀了。那么楚风究竟有多强？究竟有多可怕？这让很多人都猜测不定，成为了人们茶余饭后谈论的最多的话题。有些人觉得楚风太厉害了，是一个了不起的天才，也有人觉得楚风太可怕，这样的人必须除掉，否则日后长大必然是嗜血成性的大魔头，可能会让九州大陆生灵涂炭。但不管外面的人怎么猜测，楚风却知道当日他只杀了宋清风一人，另外3人绝对不是他杀的，所以他也在猜想其他3人究竟是谁杀的，这个人究竟是敌是友。很快的，楚风杀掉宋清风、刘逍遥、白云飞、唐一修的事情便彻底传开了，几乎所有人都知道了这件事。但是知道此事之后，最为轰动的还莫过于火神门、逍遥谷、白藏教、元刚宗这4座势力。如今他们正在通缉楚风，然而不但没有抓到楚风，自己的第一弟子反而被楚风杀了，这对他们来说简直是奇耻大辱。何况宋清风4人乃是他们4座势力精心培养多年的弟子，本来对他们寄予厚望，日后还要靠他们来扛起宗门的大旗，做宗门的掌门。而如今他们竟然被杀了，还是被同一个人杀了，这让这几座势力的宗主如何能够接受？如何能够忍受？如何能够承受？这一日，元刚宗宗主、火神门门主、逍遥谷谷主、白藏教教主这4位巨头级人物自至尊山庄分别之后，再度聚在了一起。而这次相聚的地方乃是逍遥谷。我们真的要请那百面老人出手吗？元刚宗宗主问道。我也觉得这样不太妥，我们可是九州的一方霸主，现在为了追杀一人，竟然要沦落到请杀手的份上，若是传出去，这实让人笑话。白藏教教主说道，咱们现在已经成为人们议论的笑话了。通缉令上说楚风是玄武3重，可是他展现的实力却是玄武7重，并且把咱们精心培养多年的4个弟子给杀了，这实在是颜面无存。火神门门主叹息一声，颜面是小，是那4个孩子的性命不能就这么白白丢了。虽然逍遥与我并没有血缘关系，但我却是他为亲儿子一般看待。如今他死得这么惨，我怎么能坐视不理？虽说请这百面老人出手，传出去的确有些不好，但是有谁知道是我们请的百面老人？百面老人作为九州大陆第一杀手，难道我们发出了悬赏100万颗玄珠的通缉令，他会不动心吗？所以，哪怕是我们主动请的百面老人，但是在外人来看，也只会觉得是百面老人无法抵挡者赏金的诱惑，主动出的手。何况这百面老人的确有些常人所没有的手段，他是一位蓝袍界灵师，还是一位天武3重的高手。最主要的是，他追踪人的手段天下无双，只有他不想找的，没有他找不到的。如今我等欲杀楚风，也只能请他出手了。逍遥谷谷主说道：“话是这么说没错，不过他的要求是让我们先付50万颗玄珠，然后他再活捉楚风。这个代价是不是太过沉重了一些？万一他拿钱不办事，那我们怎么办？不是又被骗了一次？”元刚宗宗主担心地说道：“是啊，本来通缉令的赏金是6个势力共付的，如今我们4个联手请百面老人，而他要我等预付50万颗玄珠，这50万颗玄珠可是要我们4座势力来拿，这实在不太保险。”白藏教教主也是觉得此事不妥，百面老人既然能被列为杀手榜的第1位，除了他想杀之人无疑能够生还之外，还有就是因为他的信誉极好，只拿赏金，除了赏金外，从不会拿不属于他的那一份。何况如今死去的可是我们精心培养的4个孩子，他们已经死了，你们却还在斤斤计较一些玄珠，难道这4个孩子的性命还不值10万玄珠吗？你们要是觉得此事不妥，大可退出，我逍遥谷独自承担这50万颗玄珠。逍遥谷谷主有些动怒，元刚宗宗主以及白藏教教主彼此互看一眼，有些无言。我火神门愿意出钱请百面老人出手。火神门门主开口说道：“逍遥谷主，50万颗玄珠不是一个小数目，你逍遥谷独自承担，定然会财力大损，元气大伤，还是我们4座势力一起承担吧。”斟酌一番后，元刚宗宗主教主说道：“是啊，还是我们一起承担吧，我们也想为孩子报仇啊，何况那修罗鬼府，我们必须拿到。”白藏教教主也是笑了笑，既然如此，那这件事就这么定了，我现在就联系那百面老人。逍遥谷谷主说话之间，从殿内取出了一只特殊的鸟笼，这鸟笼之内有着一只与猫头鹰差不多大的怪鸟。之所以说它怪，那是因为这只鸟长了6对翅膀，这种鸟的价格极其昂贵，只有顶尖大势力才能养得起，是传递信息所用的一种工具，它的速度如光一般，几乎无人能及，所以它有一个名字叫做传递鸟。只不过这只传递鸟可并非逍遥谷谷主养的，而是百面老人送来的。准确来说，此次他们要请百面老人杀楚风，实际上乃是百面老人毛遂自荐。各位，相信玄珠你们已经准备好了吧？逍遥谷谷主拿出一个乾坤袋，那里面已经装12万5千颗玄珠，是他事先准备好的。见状，其他几位也是分别取出自己带来的玄珠，放到了那个乾坤袋内。在确定乾坤袋内已有50万颗玄珠后，逍遥谷谷主便将那乾坤袋绑在了传递鸟的腿上。逍遥谷主，你确定这是百变老人的传递鸟？不会是有人借此来骗我的？见状，元刚宗宗主有些担心地问道。实不相瞒，我逍遥谷曾多次与百变老人做过交易，所以对于他的传递鸟我很熟悉，这只就是他独有的传递鸟，准确无疑。逍遥谷谷主说话之间，大手一挥，那只传递鸟便腾空而起，只见一道光芒闪过，传递鸟已是消失不见，没有留下一丝气息。秦州境内，楚风依然留在此处。转眼间又过了数日，紫菱依然没有来找过楚风，而楚风这些时日也没有闲着，他斩杀了无数个6大势力的弟子和长老，
其中有一位竟然还是天武境的长老。虽然说同为天武境一重，但楚风斩杀那位长老，可并没有像斩杀宋清风等人那般费力。所以楚风得出了个结论：他的实力在玄武7重的时候，斩杀普通的天武1重者是完全可以的。至于天武2重吗？若不是太强，也同样能够一战。但是天武3重的话，恐怕就只能逃了。不过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楚风在虐杀6大势力门人的同时，夺来了不少资源，并且在此期间，楚风还参加了一次秦州的地下交易所。这所谓的地下交易所，就是秦州各大势力、各方强者交易东西的地方。这些东西大多数可能来路不正，但是却都是价值不菲的宝物，也就是所谓的黑货，所以才被称为地下交易所。楚风在那地下交易所将戒严送给宋清风的那队人造骑兵卖了出去，换来了5万颗玄珠。由此可见，这人造骑兵虽然只是仿造品，但却也是价值不菲。戒氏族人竟然将这样的东西一口气送给了4座势力，可见他们的确是在拉拢这4座势力，准确来说是5座。毕竟如今的剑神谷也与戒氏族人站在了同一条船上。只不过关于戒氏族人怎么拉拢5大势力的事，楚风并不关心。他喜悦的是那骑兵卖出了高价，再加上之前在宋清风那里掠夺的玄珠，楚风终于跨越了那一点点，成功突破到了玄武6重，用了大概115万颗玄珠，楚风才从玄武3重突破到玄武6重，并且如今丹田内空空如也，就如同一个无底洞一般，在等待楚风去拿资源来填满它。楚风知道，尽管他距离玄武7重如今只有1步之遥，但是这一步应该非常艰难，需要的资源量是非常恐怖的，乃是100万颗玄珠的几倍。这一日，楚风刚刚斩杀了一批元刚宗的弟子，将他们的尸体挂在树上，且留下楚风所杀4个大字之后，楚风便带上斗笠，进入了一座城池，准备小歇一番，吃上一顿。如今的楚风，尽管被6大势力联合通缉，是人人都想诛杀的要犯，但楚风却是并不惧怕，相反，他还巴不得的遇到6大势力的人，只要实力是不如楚风者，楚风便会将他们通通杀光。若是实力太强的话，楚风也可以跨着龙游9天，立马开溜。问题是，至今为止，楚风还没遇到过让他忌惮的6大势力之人。喂，你听说了吗？元刚宗又死了一批弟子和长老，他们在秦州所建立的分宗被楚风给彻底摧毁了。听说了，那楚风简直就是一个屠夫，简直就是一个魔鬼。6大势力惹上他，算是道上大霉了，连6大势力都拿他没办法。这楚风日后成长起来，那岂不是要逆天吗？这样下去，简直就要成为第2个青龙道人了。你还别说，我听说那楚风就是来自青州，而青龙道人不也是来自青州吗？青州怎么进出一些妖孽中的妖孽？是啊，青州已经沉寂数百年了。听说数百年来青州境内连一位天武境的强者都没出现过，但是如今却出现了楚风这样一位可怕的妖孽。不只是楚风，不是还有一个叫张天翼的吗？那张天翼似乎比楚风还厉害，许久之前就击败了宋清风、刘逍遥、白云飞、唐一修4人。不，依我说还是楚风厉害。张天翼虽然击败了他们4人，但是楚风可是杀了他们4人，并且当时的张天翼修为与宋清风等人一样，年龄也与他们相近，而楚风可不一样啊，他乃是凭借玄武7重击杀了天武1重，并且他还是一位少年啊，这才是真正的逆天。究竟谁厉害又何妨呢？反正他们都是来自青州的。不得不说，青州这可真是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。沉默了数百年，竟然出现了2位可怕的妖孽，注定要搅乱九州大陆了。酒馆内，人们吃饭的同时，嘴也不闲着，都是激情四射地讨论着楚风的事情。而楚风坐在这酒馆之中，一边饮酒吃肉，一边听着别人讲述自己的故事，猜测自己的修为，倒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。事实上，这些时日过来，楚风早就习惯了这样的日子，因为只要是人多的地方，无论是哪里，人们讨论最多的话题都是关于楚风的。哼，楚风已经离死不远了。就在这时，一名高个男子走了进来，说话之间将一张通缉令拍在了桌子上。这位兄弟，你为何这么说？莫非6大势力的宗主级人物出马了？听得此话，酒馆内有人好奇地问道：6大势力的宗主比他们还要狠的人出马了？你们自己看看这个吧。高个男子指了指自己桌子上的通缉令。天哪，这是……而当人们好奇地走过去，看清那通缉令上的内容之后，无一不是大惊，因为这不是通缉令，而是追杀令，竟然是百面老人，号称九州大陆第一杀手的百面老人。他终于要对楚风动手了吗？这下可不得了了！我听说这百面老人可是相当的厉害，他想要杀的人几乎没有一人能够生还。人们吃惊地说道：“那是当然，6大势力的通缉令不算什么，但是只要百面老人的追杀令一出，楚风已是离死不远，相信很快就会传出楚风被百面老人杀死的消息。”那位高个男子自信满满地说道。百面老人听得人们的议论后，楚风只是微微一笑，并未放在心上。除了那届星鹏外，其余5大势力之中，几乎没有人能让楚风恐惧，因为根本没有人能抓得住楚风，哪怕是5大势力的宗主也白扯，又何况一个以杀手为职业的百面老人。去，臭要饭的滚开，不要影响我们酒馆的生意。这位大人，你行行好，就赏老头子我一点吃的吧，我都3天没吃饭了。酒馆门口传来一阵暴喝，店小二正在指着一位满身烂疮的老乞丐大声咒骂并加以驱赶，而那个老乞丐则是磕头作揖，苦苦哀求。楚风以精神力仔细观察了一下这个老乞丐，浑身上下没有一丝羞辱的气息，是一个未曾羞辱的普通人，并且他似乎真的饿了很多天，腹中空空如也。再这样下去，恐怕会被活活饿死。